好，持續關心，其實美國人呢並不想打仗。我們今天要來關心到的是這一場戰爭開打之後，我們看到整個 MEGA 在內部共和黨人自己反彈哦，那民調針對於川普的民調也翻車了。美國現在經濟衰退的幾率，根據專家的說法，恐怕飆破50%。再來，另外今天我們也會關心，包括了加拿大、德國、英法都說中國大陸比美國更可靠。為什麼在此刻喊出這樣子的話？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中東戰火進入到第3週，確實現在呢造成的就是國際油價一路狂飆哦，每桶飆破$100大關，連鎖效應。今天可以看到，在全球持續的發酵，有幾點我們會來特別做關注的。首先，包括了燃料價格持續的飆漲，看到的是亞洲航空燃料附加費最高漲到3倍，所以呢，4月份開始，尤其在亞洲甚至全球的機票恐怕都會狂飆了。現在根據於專家的估算，恐怕價格飆漲將近10%。再來看到了是在化肥成本飆漲，氮氣原料上漲幅度1週內狂漲了30%，農業生產成本大增，物流成本同樣在飆升，也導致了因為物流而導致食品價格跟着出現了在美國半年來最大的漲幅，美國人民苦不堪言吶！再來是利率也在持續的飆升，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不斷的上揚，房貸也跟着水漲船高。我们來看到華府到底燒了多少的成本，現在預估達到了120億美元，在這一場戰爭當中，來自於穆迪特別做的一個警告：國際油價如果持續在飆漲，持續維持高檔，在幾週的話，美國經濟衰退幅度恐怕超過50%。他做了一個非常嚴重的示警，說恐怕會掏空美國，成為美國經濟的黑洞。尚志哥怎麼看這一場戰爭受害的會是美國老百姓跟美國的經濟嗎？就這2天，那麼已經美國方面在民生物價方面已經開始可以感受到物價上漲跟通膨的這個威力。通常來講，其實如果像油價波動所產生的通膨的影響，它不會馬上了哈。但是因為這次就是荷姆斯海峽被掐住，所以美國自己本身因為有油，而且他們現在賺美國自己的油商賺得盆滿缽滿，他們的油價跟着高，實際是受害的是美國自己的民眾。但是這裡頭可能比較大的影響性是什麼？因為物價波動，尤其是有這樣的通膨的可能性，這就使得現在 FED 美國聯準會最新的消息是，他們可能會升息哦。那要知道2026年大家想的是包括川普已經找到了一個新的主席嘛，取代鮑爾。整體的概念是他就是要降息。對。結果現在因為打了這美伊戰爭，不止降不了息，不可能啦！油價到這個地步，社會民生到這個地步，還要升息，而且現在是大概就是這2天的消息，認為一定會這樣影響。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哇，對川普來說還是很痛苦。當然，其實大家現在在關注是不是對美國經濟總體的影響，我個人來看是這樣子。我認為還要再繼續看哦，因為如果打下去，這個影響面才會出來。但是如果在接下來未來在1個月或2個月之內，比較還是會有結束的話，我認為其實影響可能會降到最低，因為我們就美伊戰爭發生這10幾天以來看，在前幾天到現在為止沒有錯，全世界的股市都在震盪，時價漲哇，時價跌，稍微沒什麼事情就漲。可是我們看它真的對美國經濟影響嗎？我覺得沒有啊。比如說 AI，輝達在這2天才剛剛宣布了他們的太空計劃，所以有1兆的市場即將來，就漲得死去活來。所以也就是說，我在看就美伊戰爭的烏雲並沒有整個籠罩整個美國的全面的經濟，特別是 AI， 包括美國股市的總體的變動沒有。所以呢，來看美元本身雖然也有波動，但總體來說其實也沒有這個失控。美債的話也雖然就覺得債務太多，然後後面接下來美國要欠更多債務了，可是總體來說並沒有那種狂拋的狀態。所以我覺得畢竟大家這樣看哦，我覺得很多人都看衰美國經濟，但我要表達美國經濟它不只是美元，包括美債作為全世界的核心標準，主要是全世界的財富。有錢人的投資基本上都會在美國，在美國華爾街股市裡頭是全世界的財富在那裡，而且這幾年因為很多戰爭的關係，其實整個資本對於這種波動的這種戰爭的敏感性，我覺得已經有點脫敏。沒有那麼敏感，很快就會恢復，因為錢就是要一直賺錢。你說不要在美國股市，那美國要去哪個地方呢？歐洲也不行，中國現在慢慢吸點錢而已，所以其實最後還是在美國。所以我認為沒有像外界想象的這麼糟。但是總體來說，必須得看美國，畢竟已經現在美國政府38兆的部分的債務了。而且最主要的是，這一次在美伊戰爭當中，現在估計美國媒體估計120億已經是小估，因為在現在人家估計是前100個小時就已經花掉將近快40億
億了，每天要9億，所以這個落差蠻大的。而且還有美國發射的導彈沒有估，現在估的是這些人力啊跟幾萬人在那個地方花費的這些錢，所以債務有沒有疊加，當然會影響到美國經濟。但我認為還是要先影響到美國今年年底的期中大選之後，對於經濟，比如說聯準會當中沒有辦法控制住物價，那這樣子的失序才會進一步的衝擊到美國的經濟整體。好，經濟的問題還要再持續的做觀察，但是物價其實已經直接反映在消費者身上了。那会不會接下來影響到的是幾個月之後，美國尤其是川普他們的共和黨期中選舉呢？我們要來看到，確實這場戰爭已經動搖了美國的政治的根基。尤其現在路透社做的最新民調，將近60%美國民眾是反對美國政府採激進的針對於伊朗的軍事行動。例如說出兵伊朗，或者是攻擊伊朗，那包括了 Mega 的基本盤也開始做鬆動了。原因包括美軍的傷亡數字不斷的擴大，還有剛剛提到的油價衝擊到生活。最後是美國人民認為說，這場戰爭為什麼到現在都還看不到盡頭？說好的一下子結束，到現在都無法結束。共和黨選群，委員怎麼看？對啊，就像剛才尚志哥講的嘛，美國的經濟跟金融霸權從2次世界大戰之後到現在將近80年的時間才建立起來的哦。你說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哦，所以呢，這麼龐大的一個結構哦，要在一瞬之間崩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這個幸好老天爺給了我們一個川普，因為呢，你說蟻穴要崩潰，這個蟻穴要崩潰可能要很久，可是因為川普他是拿着榔頭去敲的，所以呢，敲起來大概比那個蟻穴那個螞蟻要挖快多了哦。但是你說，就算川普拿着榔頭去敲，這麼短的時間之內，你就可以看到美國的經濟跟金融瓦解嗎？當然也不至於。不過這場戰爭對美國會造成很嚴重的後遺症的關鍵就在於它到底要打多久。這就是為什麼川普或者是美國現在的像共和黨這些人是他們這麼憂心的原因。各位如果回溯美國當時建立金融霸權的時候他是從2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布列頓森林會議，他提出來的由美元去綁黃金的這個所謂的美元黃金本位制，什麼時候垮掉的？因為打完越戰垮了，因為一個漫長的越戰把美國的國力全部消耗在裡頭了，所以整個當時所謂的美元黃金本位制就崩解掉了，就是因為越戰啊。所以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崩解美國的金融跟經濟霸權？只有戰爭，長期的戰爭，消耗國力、消耗人力、物力、財力的戰爭，那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很難以這個負擔跟承受的。就像剛才尚志哥說的，美國國債已經38兆了，一年這個光付利息就要付1兆了。那現在打下去，如果打個幾週就算了，如果打半年呢？打個1年呢？那到底美國要再負多少？這個負債要負債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所以其實共和黨的這些政治人物在現階段來說，他們一方面考慮到他們的期中選舉，因為很多共和黨的或者是 MAGA 的支持者都認為說，這是你川普當時承諾的，我們不要再派兵進入中東了，我們不要再打一些莫名其妙的戰了。可打到現在，你還是沒有明白的告訴我們說，為什麼我們要跟着以色列去打伊朗啊？到現在沒有任何的正當性可言哦。所以對共和黨的很多政治人物，他們都已經保持一定的距離，甚至這個提出了很多的警告。就像剛才我們不斷的在討論要不要派地面部隊，共和黨很多政治人物都公開表達不應該要派這個所謂的地面部隊到這個伊朗去參戰。美國現在所有的陸軍大概軍力在44萬，海軍陸戰隊18萬，加起來就60萬。美國把全60萬派下去，你知道伊朗的這個國防軍跟革命衛隊加起來有超過100萬啊！你要把這些人都派過去，然後跟這些人跟這個伊朗的革命衛隊和國民軍做最後的殊死對決嗎？剛才幹哥講說可以啊，你要控制荷姆茲海峽，你先把北邊那個漫長的那個地區的區域給佔領下來，美國能夠佔領得了嗎？美國只要一旦派地面部隊進去，這場戰爭就是無窮無盡、沒完沒了嘍。所以這是美國現在光是共和黨內部就有很大的分歧。最近如果你看一些來自於西方的一些視頻他就會告訴你說，共和黨的內部的分歧已經越來越大了，包含川普自己的核心的圈子都有不同的意見了。比如說像 J.D. Vance， 你看 J.D. Vance 有多久沒有出現在川普旁邊了？以前川普隨便幹個什麼事，那個 Vance 都要站在旁邊的。那 Vance 現在去哪了呢？因為 Vance 被排除在外了，因為萬斯本來就是一個反對這個介入伊朗戰爭的人啊。然後包含這個剛才我們講到的這個美國自己的軍方人士啊。美國的這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的這個主席，當時就是因為反對啊，就被撤換掉了。
那麼包含美國自己的國家情報總監，他們所提出來的建議都不是如此。所以川普現在身邊只圍了很少數的一群人呢，就像赫格塞斯這種演員式的國防部部長这種少數的馬屁精可能還圍在他的旁邊，為他擦脂抹粉。但是川普自己的核心的這些決策圈都已經有不同的意見了。好，現在不只是川普的決策圈，共和黨裡面的內部人士對川普有意見。我們來看到這個民調最新顯示，其他的國家，尤其是有很多美國過去的這些盟友，也都對美國非常的有意見，包括了加拿大之外，還有德英法。現在最新的民調說，中國比美國更可靠。那美國現在接下來是不是還要掌控，甚至是新聞呢？因為政府已經決定了，接下來只要報道伊朗的訊息，他們說是有不實，這個不實是誰認定的？恐怕也是美國的政府自己認定的 FCC 哦，那就可能會把記者的這個執照給撤銷掉。幹哥怎麼看？哦，聯邦通訊委員會很像台灣的 NCC 它叫 FCC 啊 ，FCC 你知道？他做的事情跟我們台灣的那個 NCC 差不多啊，你知道什麼情況？因為美國有一家最大的電視網叫 CNN，CNN 他上個禮拜報道一個新聞，他說哇，美國5架加油機被伊朗摧毀了，現在美國在中東的戰力非常吃緊。CNN 是美國最權威的那個媒體嘛，對不對？那當時是在最第一時間的時候接獲這個訊息之後。他馬上就報道了，可是因為當時訊息還很混亂，後來 CNN 有經過更正啊。但是問題是，你知道美國通訊委員會這個 FCC 的主席卡爾就說：“你小心哦，你下次再這樣亂報的話，我要把你的執照吊銷。”大家有沒有想到，這跟發生在台灣的事情是一模一樣？我們的友台就是因為這樣子，就算你事後更正也沒有用，所以今天會讓人家覺得說。美國你是崇尚什麼自由民主，而且你是崇尚這個新聞媒體的報道的權利，是最重要的一個國家，是民主的濫觴之地。結果你今天竟然可以做到像這種等於是鉗制人民自由、鉗制新聞自由這種事情，你竟然做得出來。所以說，你知道川普的死對頭加州州長紐森他就講了。他說：“你這個是什麼？你現在是在公然是要侵害憲法嗎？對不對？你要知道，他提醒他，1934年哦，遠在快100年前，美國聯邦就有一條法律，任何情況之下，政府不可以動用他的那個行政權來去干預媒體的報道，甚至以吊銷執照為要挾。因為這個法案啊，早就已經。”在美國的憲法裡面是有的，可是卡爾他不管啊，他認為像 CNN 啊報道這樣子的新聞，就代表說他講了一句話，他說這個成天就是有一些精神錯亂的人哦，巴不得美國打輸這場戰爭，這是對美國政府最大的不信任，所以我們這個通信委員會一定要防止這種這個不實言論繼續散布。你就會覺得這個在我們這個台灣地區常常聽到像這樣子的這種類似像政府的官方語言，你們會覺得說，連美國今天都已經淪落到這個地步的話，你就要鉗制新聞自由跟言論的自由，那將來的話，我跟你講，就沒有人敢講話了。所以卡爾他就變成了全民公敵，變成眾矢之的啊。也就是說，川普你為了要營造屬於有利於你的政治氣氛的話，你連新聞媒體的報道你也要管，而且是拿你美國最大的新聞媒體給開刀。難怪現在美英德法的1萬名年輕人，經過那個最新的民調說，我們還是比較相信未來的中國。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中國有 AI 領頭羊之稱，將來中國的 AI 一定會超過美國，而且它的 AI 可以讓我們任意使用，也不用像美國付那麼多錢，還付那麼多規費。所以說，1萬人的民調都傾向於相信未來的中國，而不是美國。所以我說，川普你現在是內外交迫吧？連你的盟友都不太相信你了。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